一说到大马最出名的水上乐园，你会想到什么地方呢？ Sunway Lagoon Famosa。 我想对于现在年轻一辈的人来说， Mimaland 也许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70年代 Mimaland 可说是非常出名的水上乐园。不过自从1992年有名游客在这里发生意外以及接踵而来的土崩事件后， Mimaland 于1994年宣布停业。就这样荒废了27年的水上乐园，至今竟然变成了恐怖的鬼城。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在1971年开张的 Mimaland 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大型水上乐园，对许多成长于70、80年代的大马人而言，Mimaland 一定是美好的童年回忆。由于这样的主题乐园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因此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这里游玩。坐落于雪兰莪州公坝的 Mimaland 水上乐园，地理位置极佳，不但被这个树林包围着，里面还有分成很多个部分。其中最吸引的莫过于恐龙主题乐园。从这个导览图来看，主题乐园中心部分是一个大型湖水，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划船和钓鱼。湖水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全东南亚最大型的泳池和滑梯。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各种年轻人喜欢的玩意，如碰碰车、过山车、旋转茶杯、巨大迷宫以及森林越野区等。想必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一定让许多大人和小孩都流连忘返。因此每逢假期都会吸引许多本地人以及外国游客到来游玩。但非常不幸的是， Mimaland 主题乐园却因为发生一连串的事故而被迫在1994年关闭。1993年1月，一名来自新加坡的27岁游客在冲浪时发生意外，并于泳池里溺毙。这样的消息在当时经传开，轰动了全马。然而悲剧还不止这样，不久这里还发生2次比较轻微的土崩事件，导致游泳池和水滑梯被逼暂时关闭。据悉，当时住在乐园附近的居民还自愿加入维修团队，并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日以继夜地清理主要游泳池，以避免这个主题公园因此被关闭。而且为了不让游泳池的结构受到破坏，清理工人弃用任何重型机械，只用泥铲和手推车搬移泥土。但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土崩事件陆续重演，而第3次的土崩更导致游泳池严重损毁至无法挽回的地步。泥浆不但灌进了泳池里，造成大部分水源被污染之外，还延伸了许多安全问题。后来的美马高原有限公司原本打算将这里改建为高尔夫球场和度假屋，可是却被时任的政府勒令停工，并在同一年的3月22日被控上法庭。当时美马高原有限公司被指控其安全措施不完善，因而造成多个问题发生。在审判过程中法庭也不允许 Mimaland 继续营业。就这样 Mimaland 于1994年宣布正式关闭，再也没有重启过了。可想而知，从1994年关闭到现在，过了27年，如今的 Mimaland 已经变成了一座茂密森林的鬼城。荒废了那么久，再加上关闭前发生过的种种意外，不免传出了各种恐怖的传言。不但如此， Mimaland 演变成了探险的地方，许多年轻人为了挑战刺激而闯进这里。相传前来探险的人都说听到女人幽怨的哭声，以及走路时莫名其妙会扭伤脚等等怪事。当时的娱乐设施和恐龙雕像至今还遗留在那里，但这些恐龙现在看起来多了一份恐怖，让乐园散发着浓浓的诡异气氛。虽然如此，这里也变成了越野电单车和脚踏车活动的热门地点。虽然 Mimaland 关闭至今已经有20多年，但许多粉丝们仍然非常怀念当时候在 Mimaland 的种种回忆，还有人甚至期待它会有重开的一天。但事实已证明，重开已经变成遥不可及的事。
虽然在2015年该乐园有传重新发展的消息，然而至今也变得无声无息了。风光一时的迷妈恋，在后来也吸引了电影制作团队前往就地取景，把这个都市传说改编成电影《迷妈恋》，并邀请了马来演员Fatah Amin和 Sophie 主演。这部本地电影原来计划于2020年的6月开画，但因为病情关系，延迟至9月24日在全马上映。当时执导这部剧的导演王喜明表示，由于乐园已经荒废多年，成了一大片森林，目前只剩下入口处，而剧组也只能在周遭进行拍摄。虽然电影开机前有进行拜神仪式，务役工作人员则祈祷诵经，但在拍摄期间，他们仍然接连遭遇了灵异事件。除了2辆汽车无端熄火，道具组买的一大片镜子不翼而飞，化妆组的3个工作人员还疑似被鬼上身。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在拍摄期间突然试图冲进入口处，后来成功被其他人拦截下来，并把他抱进车内。接着他就在车里大喊大哭，另外2人也是哭到满身大汗。至于这部电影《迷妈恋》，主要讲述的是一家旅行社推出了一个探险配套，并找了2位韩国网红来为促销广告做宣传。广告制作公司的导演和妻子及2位员工也一起跟着韩国网红来到迷妈恋进行拍摄。拍摄期间，他们在迷妈恋里面遭遇到许多恐怖又离奇的鬼怪事件，于是他们怕到马上离开现场。结果妻子在逃离时遇到车祸，肚子里的胎儿也不见了。原以为可以逃过死亡宿命的2位韩国网红，也在2个星期后陆续死去。导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为了保命，他只好找巫术高明的巫婆帮忙。巫婆说，唯有回到迷妈恋才可以找到答案。然而，当他再次回到迷妈恋后，无意间发现这里竟然隐藏了许多小孩的骨骸，接着更发生了超出想象之外的诡异事件。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就说到这里了。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朋友，我也不清楚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官方或者正版的资源来看有知道的观众朋友可以在留言告诉我，大家一起支持下本地的作品。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小南的频道呢，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也可以留言。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说。那我会尽力的。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最后的最后，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拜拜，么么哒。